们上次做了一个民主党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那今天就来讲一个共和党大家都不知道的秘密。种族歧视还有性别歧视，几乎是每个共和党的历任总统都要被问到的问题。对，他们都会被指控。只要他参选，还不一定是总统。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，他真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。我对他唯一的偏见就是他实在讲话实在是太欠揍了。但是这些指控是正确的吗？他真的是一个性别歧视、种族歧视的一个人吗？因为这是几乎美国每一个大城市，然后还有大学教授，还有各大主流媒体都 social justice 对都在讲的东西，社会正义的东西。再包括这些什么都不懂、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小粉红，还有大外圈每天在宣传这些东西。对。What's up, everyone? This is Mr. Nice Guy. And this is Nikki. Welcome back to PHC. 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民主党的黑历史，底下就有人说你不能这样子看啊，民主党比较前卫啊，比较自由啊，比较在乎人权啊，比较在乎人民啊，比较在乎民主啊。如果说你认为同婚、大麻合法化、通奸除罪化是自由的话，随便你。如果说你觉得这些比较自由，然后呢，你想同婚就同婚，然后想抽大麻就抽大麻，我也觉得这个是你的自由。你想同婚就同婚，你想抽大麻就抽大麻，但是不应该逼我接受你的行为还有你的想法。但是最近这个左派政党在推崇的这个最新的东西，竟然是恋童癖。I want to quickly summarize where we are at the moment. According to current research, pedophilia is an unchangeable sexual orientation, just like, for example, heterosexuality. No one chooses to be a pedophile. No one can cease being one.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dophilia and other sexual orientations is that living out this sexual orientation will end in a disaster. 他说恋童癖其实是一个现象，因为他们有太多的高官都现在陷入在恋童癖的这个官司当中，他们要赶快就是合法化这个东西。所以恋童癖竟然是一个现象，不是变态的行为，要我们接受。我想请问所有这些人，到底人类放弃了基本常识，变得跟动物一样，是进步还是在退步？在我们讨论这些东西之前呢，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art construction。真的好硬哦！Art Construction 是南加的一个建筑的公司。那如果你有任何在建筑上面的需要，像说你想要重整你的房子，盖一个后屋，还是很小的东西，像说漆油漆、换地板，还是换整个厨房，他们都可以帮你。他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，然后跟年轻的肉体。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，欢迎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。他的名字叫 Barry。今天要讲的呢，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共和党的秘密历史。OK， 其实不是秘密，只都在那个地方，大家没有人在意了。美国的共和党呢是在1854年成立的。成立的时候呢，这个政党有2个目的，都在1856年的国会上面讲得非常清楚。第一个就是要废除一夫多妻制，第二个就是要终结奴役制度。这2个指标是共和党的目标。原因就是因为呢，这2个非常可怕而且邪恶的政策正在向美国的西部，就是新的领地来扩张。这是我们美国历史系列讲到这个美国宪法的时候都会讲到的。共和党的人担心，当这些新的领土变成美国的一部分之后，一夫多妻制还有奴役制度会变成这些州的一部分，而且呢会变成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因为很邪恶啊，对不对？那一夫多妻制有什么不好？一个男的可以有很多老婆，只要他养得起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这个是在矮化女性，这个是在物化女性，这个在把女性的价值贬低，而且把女人当作财产。换过来也是一样，一妻多夫也是一样。奴役制度就更明显了，奴役制度就是在贬低一个人的价值，不止这个样子，是把整个族群、整个血统的价值全部都贬低，不只是这样子，还把他的后代全部都当作是财产，甚至可以买卖。那当时民主党非常反对所有共和党的政策，还有反对奴役制度的立场。在1860年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林肯赢得了选举之后的6个礼拜，South Carolina 一个民主党的州投票脱离
击美国联邦政府。之后，美国就经历了死了最多美国人的战争，就是美国的南北内战。最后呢，正义的一方获胜了，共和党通过了解放黑奴的宪法第13项修正案，解放了所有的黑奴成为自由的人。宪法的第14项修正案，自由的黑人全部都赋予公民的身份。还有宪法第15项修正案，就是赋予所有黑人的公民投票权。在1870年的时候呢，第一个黑人的参议员 Senate， 还有第一个黑人的国会议员 Congress 都是共和党的人。事实上呢，就是一直到1935年以前，所有的众议院还有国会里面的黑人都是共和党的人。直到了1979年，所有的参议员的黑人也都是共和党的人。不止这个样子，第一个女性的国会议员是共和党的，第一个西语裔的州长还有参议员也是共和党的，然后第一个亚裔的参议员也是共和党的。所以说，你说共和党歧视吗？你只要看哪一党歧视我。这就是不为人知了。OK，不只是为了去除种族歧视，促成真正的种族平等之外，共和党一开始在创党的时候呢，为了维护女权，不断的在发声。在1862年的时候呢，共和党掌控了国会的多数，通过了 Moral Anti-Bigamy Act， 废除了重婚，同时也废除了一夫多妻制。因为一夫多妻就是重婚啊，就是你结过婚了，你还要再结一次。然后呢，在1920年的时候呢，民主党死力的抗衡了52年之后，宪法第19项修正案获得了批准，就是女人拥有投票权。女人拥有投票权是共和党支持的，民主党是反对女人有投票权的。所以说在那边说什么female rights 之类的东西，对，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。然后当时的总统呢，还是个民主党的人，但是是共和党掌控的国会。之后我们以后就会讲到说，立法跟总统是谁一点都没有关系。Civil Rights Act 跟 Lyndon Johnson 是不是总统是没有任何的关系。OK， 这个才让种族歧视，然后又性别歧视的民主党总统 Woodrow Wilson 停止对女权的压迫。最后统计里面呢，只有59%的众议员的民主党人，还有41%的参议员的民主党人同意了妇女的选举权利，然后有91%的众议员，还有82%的参议员的共和党的人表示支持妇女的选举权。所以一直以来都有 War on Women， 就是对女权的一个战争，然后一切都是民主党主导的。你想想看，1920年，很近哎。对，其实离现在只有100年而已。对 ，OK。女人才可以投票，然后在1920年呢，女人才是人，对，真的是 property， 没错。然后在1920年呢，共和党虽然赢得了妇女的权利，但是黑人的权利却还是被民主党的人继续压迫着。在1920年代，共和党的总统 Calvin Coolidge 宣誓要为了黑人争取权利。他说 ：“The rights of blacks are just as sacred as those of any other citizen。”就是说，黑人的公民在美国的权利就跟其他任何公民一样神圣。相比之下，有一名美国的运动员 Jesse Owens， 他是短跑就是冲刺的那一种，他同时也是个共和党的人。然后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面赢得了4面金牌，德国还是纳粹的那个时候 ，OK。然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是坐在轮椅上那个小罗斯福，同时他也是个民主党的总统。他拒绝 Jesse Owens 进到白宫，白宫每次奥运结束了之后，他都会就是举行一个仪式 ，honoring。对。然后因为小罗斯福只邀请白人的运动员进白宫，这是2战的时候而已。然后在20年之后呢，又是共和党的总统 Eisenhower 派出了101空降师护送黑人的学生进入他们的学校 Little Rock Central High School， 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去读书。然后那个时候的民主党人是在外面抗议，说要杀死这些人的，然后希望种族可以继续隔离。然后在同一个时间 ，Arkansas 的州长 Orville Faubus 一个民主党的州长拒绝了联邦法院提出来的这个种族融合，而且拒绝执行中央的政策，然后试图逼迫学校维持种族隔离。不管是在之前的影片里面讲的1960年的民权法案，就是包括人头税、识字的测验，试图让黑人无法投票，这些基本人权在立法院里面被18个民主党的激进分子阻挡了125个小时，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反对这项法案。然后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上面，这就更近了，对不对？美国在所有公民的平等上面创造出来最大的贡献，但是是民主党的权力一直在阻挡
止民权法案生效，然后是共和党一直在坚持，然后还有共和党的黑人的政治家努力才可以达到的。那你会觉得说这些都是过去式啦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嘛，对不对？共和党这10年20年为了女权跟黑人做了什么事情？如果你听主流媒体这样讲的话，还有你的大学教授讲的话，他会告诉你说基本上什么都没有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做。那这一次他们是对的，共和党的确什么都没有做，因为共和党已经把黑人跟女人都看成是平等的了，每一个人都一样了。他还要在做什么啊？对，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，对，努力，然后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但是民主党今天不一样，他就是要把它提出来说，哦，女人需要帮助，黑人需要帮助，黑人需要在财产上需要帮助，然后在学业上需要帮助，然后女人怎么样？可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。民主党把今天的黑人，还有女人，还有他们在电视上你看到的那些东西，那些人，当作是一群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茁壮，永远无法成功的受害者，然后利用这些受害者心态放在你的教育里面，还有新闻媒体里面，把这些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给平常的一般的公民，还有推给他们的对手共和党。这其实是一个以高居临下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些人的，他们才是真正瞧不起你们的人。我是人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然后在美国生存，我就是要为我自己的负责，不是说我是 Asian 还是什么，别人还不会讲多少英文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造成什么样的歧视？然后我又是个女人，然后在公司里面没办法爬升还是什么的，这些都不是，而是我自己有没有对我自己所做的负责。不管说你要怪 system， 怪什么东西怎么样也好，哦，什么白人比较多，美国有60% 是白人，就是你如果说比例上面的话，你当然拿这些数据起来看起来很不公平，可是其实没有那么不公平，你还是一样 Asian 还多了多少人去上了大学，然后哪几所大学，然后怎么样，可是你不能只是要求说人家一定要来 support 你的想法，你的法案，他们才是不是歧视？其实你就是那个提出来，你就是那个歧视的那一个人。大家都一样，我们互相帮助。像川普其实也帮助了很多黑人就业。川普当总统之后，黑人的就业是史上最高的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他把经济用得很好，不管黑人、蜥蜴什么的，大家都是受到很多的福利啊，什么也好。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负责。所以当人在讲说川普是歧视的，很多黑人，共和党，对，共和党歧视，那些黑人就站出来说 ，No, it's not true。奥巴马在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工作，可是川普在的时候我可以工作。这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很多不一样的。你如果只是看他们讲出来的东西，而不是看他们的所发展出来的这些 action 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真的看得到真实是什么。所以说，在美国的确有一个政党，不管在它的历史上，还有它的政策上面，都充满了种族歧视、性别歧视，还有各式各样恶心的东西。但是呢，这个绝对不是共和党，是什么党？你们自己想。好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帮我们按个赞，然后可以的话帮我们分享出去。如果你订阅我们的，赶快订阅。然后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，在我们上面都有我们的 IG 跟我们的脸书的找到我们的方式。然后如果想要在 YouTube 上面跟我们互动的话，也是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就跟我们 say 个 hi 这样子。那最后，如果你想要赞助我们的话，你下面有所有的连结都可以赞助我们。然后在最新的包括 YouTube 的 membership 都可以来支持我们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哦，然后还有 T-shirt 哦，好久没有讲了。哦，对，T-shirt 可以，T-shirt 可以买哦，还是有继续卖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了，拜拜。